新婚夜，夫君要为爱守生，不肯与我圆房。他转身就要去找他的白月光，我反手就将他脱光衣服绑在了床上。他又羞又怒，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。谁要那没用的东西？我要杀了你！我不管你是谁，你难道没听说过？我心里早就有人了，这辈子非他不娶。有听闻过。那你听说过上一个硬要嫁给我的女子洞房花烛夜时，我让她选择吞金上吊喝毒酒，她当晚便吞金而亡。也听说过。哦，那你是想好怎么死了？你是想喝了这杯鸩酒留个全尸，还是用我这把剑自刎寻个痛快？既然横竖都是死，那我可以选一个快活一点的死法吗？什么？比如说春宵帐暖，醉生梦死。不知廉耻！难道这不是夫妻情趣？新婚夜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来，乖乖的把它喝下去。不要，不要！好厉害的毒！你是真的要我的命啊！好在嫡母从小让我学的不是绣花，而是习武。腿再沉一点，拳头抬高。女孩子家身体最重要，琴棋书画都是虚的，先把底子养好。瞧他晒的，快成黑炭了！瞧你那副样子，手粗的像男人，以后哪家好儿郎肯要你？嫡母以为自己兵不血刃的毁了我，殊不知这正合我意。琴棋书画学得再好有什么用？遇到危险时还能背一篇文章让对方羞愧而死，但一拳能，就像现在。看着文弱，怎么这么沉？长得倒是人模人样，可惜心是黑的。这还是侯爷夫人身边的嬷嬷塞给我的。世子性子烈，夫人若受了委屈，尽管用这个。婆母想得真周到，这下老实了。这次不是毒酒，而是合欢酒。这是我从武师傅那儿得来的方子。这方子你收着，将来嫁了人用得着。燕清欢，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想干什么？燕清欢，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谁要那没用的东西？夫君，喝杯酒暖暖身子。滚！我不喝。不喝不行啊，这可是合欢酒，喝了才算礼成。婆母说了，不喝这杯酒不算正式夫妻。你给我喝了什么？合欢酒啊！你骗人！你在酒里动了手脚！你竟敢！怎么？刚才不是还想让我死？燕清欢，你放开我！夫君这是在求我。你放过我，我给你写和离书，让你走。我还以为你有多硬气，原来你也会怕。沈世子，今晚这笔账，咱们慢慢算。燕清欢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好啊，等你有力气了再说。你既然起不来，那今早的茶我就替你敬了。你站住！世子妃起了，世子爷呢？世子昨夜累着了，还在歇息。好，好，老奴这就去给夫人报喜。父亲请用茶，母亲请用茶。做得好，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燕儿呢？年轻人昨晚折腾的晚，让他多睡会儿。既进了侯府，就好好过日子。
昨夜可还顺利？还算顺利。他闹没闹？闹了。让他闹，让他吃些苦头才知道收敛。阮之柔那孩子的事儿，是我把她推进了火坑。若早知道会那样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她嫁进来。所以你进门前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事。清欢，燕儿那性子是被我惯坏的，她从小要什么，但凡有人逆着，她就闹就作。可你不能由着她，她闹，由我给你撑腰，她在这个家翻不了天。多谢母亲。拿着，算母亲给你的见面礼。这太贵重了，让你拿着就拿着。忍着做什么？疼就喊。用不着你假好心。我衣服呢？给你备着呢。你过来。你敢对我动手？夫君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端端就躺地上了？难不成夫君喜欢在地上呢？燕清欢！哎呀，夫君你花样真多。你要干什么？燕清欢，你别太过分！怎么了，夫君？燕清欢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当然是你的妻子啊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一点助兴的推拿手法啦，夫君你喜欢吗？乖一点，我还能对你好些。夫君胃口不错，多吃点，补充体力。再多说一句试试。夫君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闭嘴！吃饱点儿，省得没力气跟我放狠话。燕清欢，你少得意。沈嫣之，不会跑了吧？世子爷！夫人，在后院狗洞旁边发现了世子爷的血。狗洞！一个大活人，光天化日之下从狗洞跑了，你们居然没人发现！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还不给我出去找！婆母不必动怒，我一个人回门也无妨。这混账东西，真是丢尽了侯府的脸。委屈你了，这个你拿着。多谢母亲。老爷，求您开恩，别把清欢嫁过去。那长平侯世子是什么人？满京城谁不知道？老爷，求您开恩，别把清欢嫁过去。能为家族出一份力，是清欢的荣幸。老爷，那不是婚事，那是送她去死啊！妹妹这话说得重了。清欢貌美温柔，承平侯世子未必就舍得。娘，我没事。这2日我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夜夜都梦见你出事。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？夫人，一共32钱。看，我就说姑爷舍不得。他高兴不是因为我过得好，他们在意的从来不是我的死活，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我这桩婚事到底值多少钱。欢儿，你以后要慈爱谨慎，与父郎有商有秒，好好把日子过下去。娘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去西街。是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一个人进去。世子妃，西街人杂，您一个人无妨，我只是去接个人。
温小桃，原来他也会这样想。这位夫人想买点什么？靠近我，可能。哟，沈公子，你媳妇来找你了。我来接我夫君回家。原来是世子夫人。夫君，你别碰我！不碰是不可能的。燕青欢，现在是大白天，别人家里。夫君说的对，白日里拉拉扯扯确实不像样。那你忍忍，等晚上回去再说。你住口！你别碰我！夫君，怎么？你难道忘记新婚夜是如何热情似火的了？讨厌，还有外人在呢。世子和世子夫人感情真好。不是的，小桃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放开我！小桃，胭脂，算了吧。不，小桃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心里只有你。我不在乎名分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就算做妾我也愿意。不，小桃，我一定会八抬大轿娶你过门，我只认你是我的妻。胭脂，小桃，真是好一出苦命鸳鸯。说完了吗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一个是长平侯世子，一个是侯府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。这戏若唱得太热闹，丢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脸。你威胁他？我是在提醒你，你若还要闹，我不介意把你是怎么从狗洞逃出来的，原原本本告诉全京城。狗洞。夫君还不回府？胭脂，你回去吧，别让世子夫人久等。小桃，燕青欢，你给我等着。好啊，我等着。谁？放开我！姐，得罪了。混账！不孝子！侯府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堂堂世子，为了一个外头的女人闹成这样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爷爷吗？侯爷，消消气。哼！再有下次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你自请下堂，只要你肯走，我会说服父亲，让你爹再生一起。你连让他们同意你娶温小桃都做不到，还想说服别的？你哪来的自信？燕青欢，我说错了吗？你到底怎么样才肯走？我走了又如何？我走了还会有别的姑娘进门，你爹娘不会同意你娶温小桃的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只要你爹一天还是长平侯，这侯府就轮不到你做主。乖一点，别闹了，好好为侯府开枝散叶才是正事。你别碰我！怎么又想躲？燕青欢，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廉耻的女人？打是亲，骂是爱，原来夫君这么爱我呢。你少来这一套！有本事你别再耍那些手段！我告诉你，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看到你就……看到我就什么？就烦。只是烦。沈世子，嘴这么硬，脸怎么红了？你离我远点。你真的不愿意看看我？废话。承认吧，其实你也很乐意，是不是？叶清欢，你放开我，我不愿意。刚才不是还挺有劲儿？男人嘴上再硬，到头来也还是会用下半身思考。我不干净了，我对不起小桃，都怪你，都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勾引我。行，都怪我。
我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胆子动手。怂货，我就知道他没胆子直接杀人。也就阮之柔那样的傻姑娘，才会被他几句话逼到绝路。他若有一点胆量，一点心机，也不至于落得那个下场。这世上，软弱从来换不来活路。沈燕之，你若真想杀我，下次手别抖。你，可惜你没那个胆。真正能活下来的，从来不是最可怜的那个，而是最狠、最清醒的那个。差事我替你谋好了，去吏部历练几年，收收心。逆子！侯爷替他谋了差事，他不去，倒是不怎么在外头留宿，基本夜夜回府，只是回府之后住书房。你来干什么？给夫君送汤。你躲那儿做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看你怎么……行，我等你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你就算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理你。世子夫人的事，谁都不许管。是。婆母巴不得我早点怀上孩子。男人嘛，有了孩子就有了牵绊，心就定了。燕清欢，你给我等着！燕之，我愿意的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就是我的夫君。小桃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怂货，我得赶紧回府捡漏。夫君回来啦？找什么呢？我的玉佩呢？白色那款。你过来找找，你瞧瞧，是不是在这儿？不知羞耻！燕清欢，你……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与月来闲暇，天空中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房里，我不在这儿在哪儿？夫君，昨晚睡得好吗？不好！燕清欢，你少给我装傻！我装什么傻了？昨晚那不算。哪段不算？是你自己进我房不算，还是你主动抱我？闭嘴！夫君，一大早就投怀送抱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谁投怀送抱了？你放开我！昨晚你不是挺喜欢的吗？我没有。哦。你昨晚为什么会去西街？你跟踪我？也不算跟踪，主要是怕你在外头照顾不好自己，特地去看看。谁照顾不好自己了？你啊，小桃姑娘把你撩的火都烧起来了，又舍不得真下嘴。你那副样子回来，不找我找谁？燕清欢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得意什么？得意我现在只能碰你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了？沈燕之，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？我与你不过各取所需罢了。至于你心里想什么、惦记什么，与我无关。早饭我让厨房给你炖了乌鸡汤，多喝点补补。滚！昨夜之事非我本意，昨夜之事非我本意，昨夜之事。还给我！写这个做什么？写这个做什么？抄经静心？你管我！
看来昨晚对你打击挺大，要不要我再帮你回忆一遍，证明一下到底是不是你本意？不是，我只是只是什么？我站久了。你笑够了没有？没。燕清欢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不是在静心吗？我来看看静成功没有。他当晚又没能走出房门，沈燕之开始躲我，准确的说是想尽办法躲我。夫君，喝点汤润润。放下就走。好啊，你喝。难道要我喂你？难道要我喂你？你别碰我！我只是给你擦嘴，我自己有手。可你擦的没我好。夫君这是要修身养性，总比某些人满脑子肮脏强。有道理。那你看《礼记》，怎么看到耳朵都红了？屋里热，是挺热的，毕竟我来了。自从那天后，他白天能不回院子就不回院子，吃饭也让小厮直接送去前院，晚上一到掌灯之分，就像老鼠见了猫，恨不得把自己塞进地缝里。夫君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看月亮。那你慢慢看。月亮好看吗？别动，摔坏了怎么办？放我下来！不放。燕清欢，你还是不是个女人？是啊，不然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，连呼吸都停了？睡了。睡了。睡了还能回话？燕清欢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话该我问你吧？你到底在躲什么？躲我，还是躲你自己？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小桃。知道。那你还什么？还睡你？沈燕之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有个人就能证明自己身子是干净的？你喜欢温小桃，跟你每次见了我就腿软起了反应，有冲突吗？没有啊，你只是既想当痴情种，又想当贞洁烈夫，最后两头都想占，才把自己拧成这个样子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你就是接受不了自己会被我勾得动心，哪怕只是动色心你也受不了。我没动心。好，你没动心，我只是男人都会有的反应。也行。我不会喜欢你这种女人。会咬人了，不错，有进步。这样算不算我赢？夫君，你还惦记着输赢呢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搬回了书房，可惜晚了，有些事一旦开了头就收不住了。温小桃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，我去西街那天正赶上他收摊。胭脂，胭脂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这几天总是这样，是不是府里出什么事了？没有。那就是你厌了我了？怎么会？小桃，你别胡思乱想。我胡思乱想？你这半个月来了几次？每次来了又坐不住，像心思都丢在别处了。胭脂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他心思确实丢在别处了，准确的说是丢在我床上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小桃，我只是最近有点忙。你忙什么？你不是连吏部的差事都不肯去吗？胭脂，是不是他逼你了？是不是世子夫人又欺负你了？他这话问的可真有意思。他要是知道沈燕之自己上赶着来给我睡，不知道会是个什么表情。不是。不是？他没逼我。
这倒是头一回，他自己认了。那你……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外面。外面怎么了？你是我夫君，我拉一下都不行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你了。你少来。昨晚你走得太急，连腰带都忘在我床上了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会早点回来拿。你闭嘴！夫君，你现在怎么这么不经道？燕清欢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不能，我要你就够了。你别跟着我。行，那你跟我回去。沈嫣之，你最近是不是总睡不好？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的事儿。你夜里老翻来覆去，我也睡不好。谁翻来覆去了？你呀，前夜说梦话，昨夜半宿没睡，清早起来眼下都是青的。你自己不知道，是不是心里很乱？没有。是不是一边惦记温小桃，一边又忍不住想我？你做梦。是不是明明知道这样不好，可一见我就管不住自己？闭嘴。是不是现在他就算站在你面前，你都没那么喜欢了？燕清欢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已经回不去了。你胡说。那你证明给我看啊！今晚别回我房，去西街跟他过夜。去吧，夫君，试试看。那晚我真没拦他，我甚至还特意让后门的小厮别拦着，放他出去。我坐在房里等，边吃莲子羹边看画本，等得颇有耐心，一直等到3更，人来回来。回来了。成了吗？是没成，还是不敢？你满意了？我满意什么？你明知道。我明知道什么？你明知道我。明知道你什么？明知道你现在只对我有感觉。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是被你逼的。行，那今晚也算我逼你。林姐，那你现在推开我，去找他。你要是能推开我，现在就走，我绝不拦你。夫君，不是说不想吗？你闭嘴！不准告诉别人，我去他那儿没成。好，不说。但你自己跑回来找我这事儿，可就不归我管了。放心，只有我知道。我知道，火候差不多了。夫君最近倒是比从前勤快多了。我只是研究一下，这样不会太勉强吧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也是。光看可学不会。我就知道你有本事。燕儿那孩子就是欠管教，如今这样才像个成了家的男人。母亲过奖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我抱孙子的日子也不远了。侯夫人以为我已经彻底驯服了沈嫣之，可我没那么天真。每天下了差就回府，吃了饭就来我房里。可我知道他不是转了性，他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等一个万全之策。世子夫人，外头有位姑娘求见。叫什么？说是温小桃。请她去偏厅。见过夫人，倒比那日豆腐摊前更像个规规矩矩的人了。我和世子是真心相爱的，求世子夫人成全。你求我也没用，我和世子已经成婚，总不能为了给你让位，自请下场吧？小桃不敢，小桃只想日夜陪在世子身边，哪怕是做妾、做通房丫鬟都没关系。好，世子夫人大恩大德，小桃没齿难忘。小桃一定好好伺候世子，绝不争宠，绝不给夫人添麻烦。去备茶。纳妾这种小事，本不必男人在场。请夫人喝茶。叶清欢，你好毒的心！你竟逼着小桃做妾！不是的，世子，是我自己求世子夫人的，她没有逼我。你不用替她说好话，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哦，你倒是说说我是什么样的人。世子，我真的愿意做妾，我是真心的。我没有家世，只是个平民女子，没有读过书，也不懂礼数规矩，不会应酬，也不会管家看账。我本来就没资格做你的正妻。
你不用妄自菲薄，在我心里，你是顶顶好的姑娘，10个燕青欢也比不上你。世子夫人，我真的愿意，我是真心。不，你不是。一个愿意为爱做妾，一个偏要把她供成白月光，真有意思。燕青欢，你简直蛇蝎心肠，心机深沉，厚颜无耻。我怀孕了。真的，请大夫看过没有？还没有，母亲。快去请大夫，请最好的，请太医院的王太医。恭喜老夫人，世子夫人确有喜脉。好，你媳妇儿现在是双身子的人了，你可千万不能惹她生气，知道吗？你也是要做爹的人了，该学着稳重些。以后你们2个就好好过日子。你若真喜欢那个小桃，纳进来也无妨。你媳妇儿也不是个善妒的。世子爷，夫人吩咐奴婢们来伺候。滚出去！可是夫人那边……我说滚！回世子夫人，世子去了主院。我从不嫌麻烦，谨慎些总没坏处。你怎么就这么轴？非要娶温小桃做正室，你怎么还没死心？你已经成婚了，你有正妻，你的妻子如今还怀了孕。夫人生产，一只脚踏进鬼门关，死了也寻常。你疯了！娘，真心爱一个人，就会想把世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。我爱小桃，就不会让她受一丁点委屈。你爹不会同意的。真笨，都到这一步了，还不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。看来还得我替他出个主意。世子夫人，这是按您的吩咐炖的红枣桂圆汤，安神养胎，冰糖也多放了些。再热一遍。既然他回了书房，那就去书房找他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现在怀着孩子，不能……夫君想多了，我就是来找你说说心里话。夫君，你知道黎阳的景王吗？你突然提他做什么？景王的父王和当今圣上是兄弟，只是死得早。他16岁就成了王位，虽说上头还有亲娘，可在封地，他说一不二。他的王妃不过是个医女，可他要娶，便没人敢拦着。夫君，你和他不一样，所以别再想着娶温小桃了。你如今做不了侯府的主，也做不了你爹的主。既如此，就别再为一个做不到的念头，把所有人都拖进去。如今我已有了身孕，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，不好吗？你若真的爱宠温小桃，就替她寻个好人家，再给她备一份体面的嫁妆，让她下半辈子安安稳稳。你要我把她嫁给别人？有些人留在身边未必是成全，放他走才是。夫君，人生在世，身不由己的事太多，无能为力的时候也太多，别自己为难自己了。我知道了。有些话不必说得太重，点到为止才最伤人。自那夜之后，他像是忽然变了个人。沈大人今日来得真早，初来乍到，自然不敢怠慢。他不再往西街跑了，下人们都说钱三娘的摊前再也没见过世子。你怀着孩子要多补补，身子才养得好。果然是要做爹的人了，懂事了，也有担当了。是，好丈夫，好儿子，好父亲，做得滴水不漏。清欢啊，怀孕的时候不能光补不动，要多走走，对孩子好。那些补品也不能吃太多，适量就好。儿媳记下了。这是3个铺子，2座庄子，算是给我孙子的见面礼。他是在给自己留后路，也是在给我补偿。你收手吧，这孩子我盼了多久，你是知道的。小桃以后会给你生好几个孙子孙女，万一你爹不同意呢？他会同意的。他不仅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连侯爷他也不打算留。他会同意的。既然他想动手，那就替他把局走快一点，省得夜长梦多。
爹，你想不想再纳一房妾？我看西街卖豆腐的温小桃很合适。爹，不瞒你说，世子表面上虽与我琴瑟和鸣，其实心里还是忘不掉温小桃。万一将来她进了门再生下孩子，我和腹中这个还有立足之地吗？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，也为了咱们燕家的前途，您就勉为其难帮女儿这个忙吧。啊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那温小桃才20年华，她会看上我？我查过了，温小桃父母早逝，家里只剩她和一个幼弟。她起早贪黑卖豆腐，也都是为了养弟弟。她和世子在一起，更多也是为了弟弟前途。而且她还嫌世子不够稳重，做事冒冒失失。上回他们闹别扭，她无意间就说过，她喜欢年长些、会疼人、温柔体贴又英俊儒侠的男人。那我好像还挺符合的。是啊，爹，我也不是让您强抢民女，您就正常去买豆腐，她有难处时顺手帮一把。什么英雄救美、雪中送炭，您就做您自己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哎呦，我哪有那么好？有些人不必推，只要给他一个台阶，他自己就会往下走。说到底，我爹和沈燕之本来是没有竞争力的。不谈家世，只说年纪样貌，一个年过40，一个20出头，瞎子才会选我爹。可惜，坏就坏在等我。他说了等我，就真的消失了。1天、2天、3天、10天、20天，连个口信都没捎过。爱一个人，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，可前提是你得知道他要什么。她一个弱女子，这么多年又当爹又当娘，靠着卖豆腐把弟弟拉扯大，还送去学堂。她要的从来不是高门正妻的空名头，她要的是安稳富足，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依靠，不是吃不着的大饼。小桃，今日这些豆腐我全要了。燕大人，这也太多了，拿回去分给府里下人，也不算浪费。拿回去吧。大人，给多了。辛苦钱应该的。小桃，卖什么豆腐啊？不如陪哥俩喝一杯。你们让开！放肆！放肆！小桃姑娘别怕，有我在。再拖下去就只能先停课了。先生，这是给温小公子交的书学费，不值什么钱，小桃姑娘别放在心上。他需要的是现实，而我爹给的恰好就是现实。其实也没费多大劲儿。他如今待我已与从前不同了。爱不爱的不好说，但我爹这墙角算是撬动了。再过些时日，怕是就成了。那就先恭喜爹。赵大人，小桃姑娘有事，小桃愿意伺候您。你说真的？好，快去准备纳妾文书和聘礼，一件都不能少。成了。你们听听，这像什么话？你们爹一把年纪了还要纳妾，纳的还是个卖豆腐的，这让我们燕家的脸往哪儿搁？你们妹妹如今还是长平侯世子夫人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她还怎么做人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爹怎么会突然看上温小桃？其实小桃早就对爹有情，只是身份有别，她一直把这份情谊藏在心里，不敢说出口。爹呢，也不是全无感觉，只是顾念礼法，一直克制自己。直到这次，他们才终于不再压抑，冲破世俗的束缚，勇敢走到一起。真的太感人了，这才是真爱啊！不行，这事儿我得去跟娘说清楚。娘，真爱无关年龄，也无关身份。我很敬佩小桃，为了心爱的人，她可以不顾世俗眼光，不在乎名分。娘，您别太狭隘了。真爱个屁！程远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爹若真喜欢，纳个妾倒也不算什么大事。你也帮着他说话。儿子只是觉得，男人纳妾本也寻常。
你如今是长平侯世子夫人，你的话你爹总会听几分，你去劝劝他好不好？他对我的心思一直都是复杂的。他盼我过得好，因为我要提携燕家，可他又不希望我过得太好。毕竟当年他费了那么大力气，才把我从嫡女的位置上挤下去。母亲何必如此忧心？说到底，不过是那个妾，好吃好喝养着便是。就算她真生下儿子，难道还能越过大哥去？再说，她若嫁进燕家，世子自然不会再惦记我这个世子夫人的位子，也就坐得更稳。而我坐得稳，大哥的前途，燕家的将来，不也更有保障？他说的都没错，这门事对燕家没有坏处，能断了沈燕之的念想，能稳住她的位子，还能把这门亲事拴得更紧。可我咽不下这口气，让我和一个卖豆腐的平起平坐。他一把年纪还要闹这一出。母亲是聪明人，这笔账应该比我算得明白。有些人不是看不明白，只是舍不得自己的体面。可体面这种东西，在利益面前向来不值钱。嫡母妥协了。其实他不妥协也没办法，爹铁了心要纳温小桃，谁拦都没用。嫡母若硬拦，这会更厌弃他。红绸再往左挪一点，查案摆正。妾身给老爷敬茶。好，好，这是赏你的。谢老爷。听说了吗？燕大人新纳了一房小妾，就是西街卖豆腐那个，长得可真水灵。燕大人这把年纪了，倒是好福气，那就吵近了。啊，你说谁？世子爷，您不能进去，滚开！世子爷，世子爷，你冷静点儿。放开我！我要见小桃。燕清欢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捣的鬼是不是？小桃为什么会变成你爹的妾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他们两情相悦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什么相爱？小桃怎么可能会喜欢你爹那个老头子？我知道了，是你和你爹设计强抢民女，是不是？燕清欢，你好毒的心！你毁了一切，燕清欢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不会放过你！你要怎么不放过我？是趁我生产的时候买通产婆，让我一尸两命？母亲都告诉我了，你以为你在这个家算什么？跳梁小丑而已，没有人在乎你，你娘也不爱你。只要我生下儿子，你马上就会被抛弃。我要杀了你！你下地狱吧！燕芝，你疯了！燕芝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了等她生产的时候再动手吗？怎么现在就先按耐不住了？你疯了是不是？这是你媳妇儿，是你媳妇儿，她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。父亲救命！世子要杀人灭口！世子，我无意间看见他在您的参汤里下毒，他怕事情败露，就要掐死我。他终于想明白了，当初我跟他提景王，不是在闲聊，我是一步一步挖好了坑，等着他自己跳。父亲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怎么可能谋害你？因为你想娶温小桃，父亲不同意。只要父亲出了事，你就是长平侯，侯府就是你说了算。沈燕芝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你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想弑父！父亲要是出事，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母亲了？杀母弑父，沈燕芝，你猪狗不如！我没有，父亲、母亲，你们别被这个女人骗了。是不是真的？请个大夫来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
去请大夫，再去搜他的屋子和书房。是。父亲，不用搜，我真的没有。闭嘴！侯爷，在世子书房书架后的暗格里搜到的。侯爷体内确有慢性毒药，此毒日积月累，已伤根本。若再拖下去，恐怕时日无多。父亲，父亲，孽障！父亲，孽障！孽障！儿子，你糊涂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一旦撕破脸，有些账就再也遮不住了。你不是最爱算计吗？那就好好尝尝被人算计到众叛亲离是什么滋味。沈燕之被关进了侯府私牢，对外只说世子突发重病，闭门静养。可侯爷心里清楚，弑父是大罪。侯爷很想弄死他，可偏偏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。侯爷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饶他一命吧。你替他出族谱也好，赶出去也好，断绝关系也好，求你留他一命。他到底是你我的儿子，也是你亲手抱在怀里养大的呀，侯爷。母亲，夫君什么事都同你说，这件事你不会早就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你别血口喷人。可那毒药不是走的母亲的私账吗？而且母亲你和父亲一样，都不同意夫君娶温小桃，可夫君却偏偏没动呢。我没有，侯爷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夫妻几十载，我怎么会害你？母亲，夫君不会是想让你背黑锅吧？难道他是故意走你的私账？故意放过你？万一事发，他又是侯府唯一的男丁，谁会怀疑到他头上？到时候大家只会怀疑你。他会这样算计我吗？我从小疼到大的儿子，是不是早就想好了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就把一切都推到我头上？私账的事，你最好给我说清楚。侯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有些裂缝一旦出现，就再也补不上了。母子离心，夫妻生疑，接下来这侯府才真要热闹了。公子要的东西就在这里。此毒无色无味，入水即化，出事半点症状都没有。等毒素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才会像得了急症一样突然发作。到那时，神仙也难救。查得出来吗？发作时与寻常病症无异，任谁来看也只会当人是病死。多少银子？2000两。这毒是他亲自为侯爷挑的，花了2000两银子。那段时日，他花了很多钱替我买补制品，有的走宫中，有的走婆母私账，毒就这样混了进去。只要侯爷一死，他就是侯府唯一的继承人。到那时，他说侯爷是病死，侯爷就只能是病死，可他终究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手。侯爷体内毒素已侵入五脏六腑，如今虽能压一时，却伤了根本，至多再撑3、5年。侯爷暂时死不了，但也活不长了。这一胎
我得在娘家生。产婆和大夫都要用我们自己的人，一个都不能错。我让府里的嬷嬷和稳婆都过去。母亲身子不好，儿媳不敢劳烦，在侯府不安全。生了，是个小公子。幸好是个儿子，省了许多麻烦。像，太像了。这孩子长得太像沈燕之，婆母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哭了，但到底只剩没有在心里。去死牢！父亲，我去吧。到底夫妻一场，他也是孩子的父亲，该让孩子给他送个终。世子夫人，沈燕之在牢里过得并不苦，因为侯爷一开始就没打算慢慢折磨他，他还以为自己有回头路。放我出去！听说他日日在牢里大吼大叫，摔碗砸杯，可没人理他。沈燕之，你的儿子我带来了。是不是父亲原谅我了？你是来接我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父亲就我一个儿子，他怎么忍心让我死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儿子还是女儿？起名了吗？清欢，从前是我糊涂，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动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燕清欢，你敢！清欢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别杀我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我好好跟你过日子，我不找小桃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没用的，这是父亲特地为你准备的，沾一点都活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不会太久。不，父亲不会这么狠心。母亲，母亲，娘，救命！娘，你救救我！对了，其实我本来也叫了小桃来送你最后一程，我想着你们好歹情深一场，可他说你是不相干的人，他不愿来。她如今怀了我爹的孩子，不想再和从前的人事有半点牵扯。你胡说！乖，娘亲会保护好你的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燕大人可喜可贺，以后多多仰仗。长平侯熬到孙子6岁时才走，真顽强。先生，援抢！好。为了侯府唯一的血脉，他耗尽了心血。长平侯也为我家出手，让家族地位稳固。母亲走了，扶正姨娘也是给侯府一个交代。姨娘没想到半辈子做妾，晚年还能被扶正。他们都安分守己，大家都能有光明未来。夫人，母亲当初的提醒我一直记着，所以今日我也给母亲留了余地，往后安安心心礼佛，府里的事就不必再操心了。从此侯府内外权力稳固，家族前途光明。出事了！夫人出事了！什么事？世子的尸体不见了。看守的人说，昨天晚上还在，今天早上去看，就棺材是空的。沈燕之死了6年，尸体一直在冰缸里，6年从未出事，怎么会突然不见？先不要声张，悄悄查找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
好久不见，燕清欢。你没死，不可能！我亲眼看你喝下毒药。那毒药确实厉害，差点杀了我，但有人救了我。这位是玄机真人，3年前在乱葬岗发现我，用医术救了我。救活他代价不小，又用3年恢复。他的经脉武功大不如前，但他活了下来。这6年，我每一天都在想你，燕清欢，你加在我身上的痛苦，我要10倍100倍的讨回来。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儿子。他身上流着我的血，我不会伤害他。至于你，我会让你尝尝我当年受过的苦。把孩子交给我。沈燕之，你敢动他，我绝不饶你！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我的孩子，他会平安回到母亲身边，但我不会放过你。把他带走关起来，等我回来处置。孩子，别恨我，我会把你送到祖母手里。母亲，我回来了。燕儿，你带回孩子就好，母亲为你高兴。可你为何还要心存怨恨？母亲，你不明白，我付出那么多，被他们算计背叛，燕清欢毁了我的一切，我知你心中愤怒，但怨恨只会毁了你自己。孩子安全，侯府安稳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母亲，他欠我的，我马上就会讨回来。燕儿，现在你还有机会回头，放下仇恨，做个好父亲。母亲，你太不了解我了，他加在我身上的伤害，我要一点一点还回来。燕清欢，你也有今天。你知道毒药在身体里发作是什么感觉吗？像有10000只蚂蚁在啃你的骨头，从里到外每一寸都在痛。这些疤都是毒药烧的。你那瓶毒药差点杀了我，还毁了我的脸。现在走出去，小孩子看到都会吓哭。我不恨玄机真人，他救了我。我恨的人只有你，燕清欢。你毁了我的一切，小桃，侯府我的人生。至于你，我不会让你走得太舒服，我会慢慢折磨你，直到死去。没有人会知道你在哪里。你以为你能回得去？当然了，玄机真人在朝中有人，他帮我安排好了。我会告诉所有人，我没有死，只是在外养病。我爹死了，我娘还在，他会帮我说话。越危险的时候越要冷静，每一条巡逻路线，每一次换岗，每一根锁链的松紧，我都要记在脑子里。燕清欢，你跑不掉的，前面是悬崖，跳下去就是死。无退路，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前。快看，有人被水冲下来了！快把他抱回家，小心别让他受凉。姑娘，你可算醒了，吓死我们了！多谢救命之恩。不谢不谢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掉河里了？遇上歹人了。我不能在这里久留，我得回侯府。10天之后，我终于回到京城。回到侯府前，我必须未雨绸缪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这些天去哪儿了？我们都急坏了。沈燕之回来过是不是？孩子呢？是的，他把孩子送回来之后就走了。他说他没有死，
这些年一直在外养病，我让大夫看过他身上的伤，他说的话都能对上。他要杀我，他把我关在山谷里，要夺走我儿子，取代我的位置。清欢也是你的丈夫，你能不能放过他？他也是要杀您的人，您忘了，他当初也要杀您。他给父亲下毒的时候，走的可是您的死掌，万一事发，死的会是您，不是他。他回来了，带着一个道士，一群杀手。他要的不是我，而是整个侯府。母亲，您觉得他会放过您吗？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燕清欢，这笔账我就这么算了，不会为我这么算了，你逃不掉的。小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一回府，就听下人说你在书房等我。大哥，沈燕之回来了，还带了道士和杀手，我需要你帮忙。那小子还活着，还敢回来？你说要我做什么？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他的人散布京城各地，我要一个个拔掉。安卫，跟我走。你这个时候来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沈嫣之回来了。怎么会？他不是死了吗？他被人救了，现在回来找我报仇来了。你比我清楚他的弱点。他的弱点，太自信，总觉得事情会按他想的来，太在意别人看法。很好，我们就抓住这2点。明日开始，让人放出消息，说他已暗中回京，准备夺权，再让人故意在他的人面前提起，说侯府已经有防备，甚至怀疑他在暗中潜伏，他会忍不住出手。这些人你去联系，他们会帮你把消息散出去。我明白了，局已经铺开了，接下来就看他什么时候入局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被动，他要算旧账，那我就把账一笔一笔算清。大哥，这里。按计划行事。一步不漏，一人不放。他以为自己熟悉这里，却不知这里早已布好天罗地网。燕清欢，你算计我！你从来不是我的对手。你怎么会赢？因为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。所有危险都过去了。我错了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母亲，我不该纵容他，不该惯着他。如果小时候我能好好管教他，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一切终于结束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望子。这世上的事，说到底不过是因果报应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沈燕之种下了恶因，就得承受恶果。至于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他们已经不在了，而我还好好的活着，这就够了。